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2025 NASA 傻眼，火星钥匙孔通，日本秘鲁意大利入口真相。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说到外星人，就不得不提到这位堪称天才、全方位的画家达文西。这幅被放在法国罗浮宫展出的名画蒙娜丽莎堪称镇馆之宝，但这里头藏有许多不能说的秘密。您知道蒙娜丽莎的眼睛暗藏了2个英文字母吗？分别是 S 和 L。 有人就说这是达文西的挚爱，也是他的学生莎莱英文名字的缩写，更是蒙娜丽莎的真实人物。而达文西的作品常常需要透过各种方式才能读出各种意义，包含蒙娜丽莎实习者圣约翰等等。经过镜像后，竟然可以看到外星人。难以解释的还不止如此，达文西的手稿从几何、音乐、动物学、植物学，更夸张的是他连解剖学都会，甚至连机器人他都画得出来。这在500年前的那个时代根本是不可思议。所以有人说达文西曾经在洞穴里隐居了2年，而就是那关键的2年可能让他碰上了外星人，或许让他坐上时光机回到未来。因此就连爱因斯坦都说达文西是未来人。这里是法国的罗浮宫，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同时也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而在罗浮宫当中有许多知名的作品，其中一幅被称作世界上最具有价值画作之一的蒙娜丽莎，堪称经典中的经典。Allô Lisa pour le poste de surveillance. Poste de surveillance, j'écoute, veuillez vous identifier. C'est Lisa. Pardon? Oh, mais il marche ce truc ou quoi? Lisa qui? Bah, à votre avis, Mona Lisa? Quoi, Mona Lisa, la Joconde? C'est une blague, c'est toi, Léon? T'es con, j'ai failli y croire. Non, c'est pas une blague, je suis bien la Mona Lisa peinte par Léonard de Vinci en 1503, on sait pas si je souris ou si je tire la gueule. 正因为蒙娜丽莎的超高人气，连法国著名喜剧演员都为这幅世界名画做了新的逗趣诠释。而其实达文西笔下的蒙娜丽莎藏有许多一般人看不见的玄机。美国的一位画家在研究蒙娜丽莎这幅画的时候，他把蒙娜丽莎倒过来看，发现这幅画中隐藏了好几种动物。在蒙娜丽莎的左面换个角度换个位置观看，隐约可以看到狮子、水牛还有猿猴。而美国专家莉莲·施瓦茨居然发现倒过来的蒙娜丽莎居然和达芬奇有些相像。不止蒙娜丽莎的四周藏有影像玄机，其实经过学者精密仪器检测，发现蒙娜丽莎的灵魂之窗里还有达文西想说却说不出口的秘密。发现蒙娜丽莎身后的桥下竟然有数字72。文切蒂说道，当他发现数字72的时候，他又惊又喜，因为这代表了这幅画绝对不是一幅简单的画。果然，后来文切蒂又在蒙娜丽莎的左眼发现了字母 S， 而右眼则是发现了字母 L。 而英文字母 S 和 L 究竟有什么意义，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好奇。原来这和达文西心中的感情有着很深的连结，甚至有人大胆推测，这个 SL 就是画中真实人物名字的缩写。原来早就有一些怀疑论者
怀疑这幅画很有可能不是富商妻子的画像，而是达文西的爱徒莎莱，因为莎莱的缩写就是 SL。而达文西之所以要这样隐藏画中人物的身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支持同性恋，因此达文西只能在画中留下线索，来向挚爱表达情意。如果真的把达文西爱徒莎莱的画像和蒙娜丽莎来做比对之后，相似度真的很高。有些爱好者甚至认为，蒙娜丽莎的真正名称应该是蒙萨莱，意思是我的莎莱。而其实达文西的绘画作品最让后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他这幅画作中经过解析，竟然暗藏了外星人的身影。画作的两侧有2个半圆形的印记，似乎作者暗示画作可以对折起来阅读。如果再将画作水平翻转镜像处理，然后把蒙娜丽莎的衣肩稍微靠拢，仔细看画作的中间也有一个形象，好像是个大魔王。我们再放大图片看看，画作中竟然也发现了外星人。国外知名的超自然现象网站 Paranormal 称这幅画里的外星人不是普通的外星人，而是一名外星大祭司。看达文西的画，绝不只是看表面的画作这么简单，而是他的画中真正想传达的意念到底是什么。而以镜像方式，同样一张蒙娜丽莎的不同位置，依旧看到了另外一个外星人的影像。当2张图上的手指交叠在一起时，就可以看到戴着头盔的不明生物。无论是大祭司或是戴着头盔的外星人，或许有人会说这其实只是巧合罢了。但再看看达文西于1508年画的油画《圣母子与圣安妮和施洗者圣约翰》，画中圣母玛利亚坐在母亲圣安妮的膝上。这幅画画工细致精妙，但一样就在镜像过后，这作品又让人眼睛为之一亮。镜像之后就会看到头盔生物，大家不觉得这很像是《星际大战》里面的安纳金天行者吗？达文西绘画中最后一幅作品就是这幅《施洗者圣约翰》。画作中的圣约翰留着长长的卷发，手指指向天空，暗示洗礼得救的重要性。没想到在这幅作品中，他依旧维持着他的神秘个性，在画作中藏了秘密。部分艺术家在描绘施洗者圣约翰的时候都是比较痛苦憔悴的男人，但达芬奇笔下的圣约翰却带着一种暧昧的笑容。如果将这幅画做镜像处理，就会发现，这中间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也正因为有人认为达文西就是不想让人轻易解读他的画作，所以才会使用镜像方式来隐藏真正的内涵。再把这个背景提亮处理一下，就会发现外星人。要知道，达文西的画作一共也就20幅左右，在为数不多的画作里，这个头盔生物竟然可以频繁出现，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有这幅岩间圣母，专家把画重新调整之后，又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但看得出来画面上再度呈现一个庞幅外星人的图案，这让人开始思考，难不成达文西真的看过外星人吗？ There are reports that Leonardo da Vinci went missing for 2 years inside a cave. Da Vinci was known for his fascination with caves and their geological formations, and some have theorized that he perhaps had a profound experience inside one of them that changed his life. 为什么有人会形容这2年改变了达文西的一生？因为达文西一直有写手稿的习惯，但手稿中断了2年，而就是这关键的2年，讓達文西彷彿變了一個人。嗱，其實喺佢24歲嗰年咧，佢嘅手稿有記錄咗佢入咗個山窿嘅。佢原本唔想入呢個山窿嘅，當其時有把聲咧引導佢入咗呢個山窿。而入咗呢個山窿之後咧，呢2年咧係對於佢人生嚟講咧一個重大嘅轉變。咁佢出翻嚟之後咧，佢嘅創意力爆發啦，就寫咗好多而家嘅推出嘅手稿啦。是什麼樣的山洞可以讓一個人創造力大爆發？外界開始有了各方面的猜想。咩窿啊？我知啊。蟲洞啊，可能係蟲洞，係有機會係入咗去跨越，去到未來，去到一個時間上面嘅轉移，跟住佢嚟過2022，見過直升機，咁佢咪先畫出嚟咯。A lo mejor Da Vinci estaba usando algo natural que no es conocido por nosotros en el siglo XXI. Tal vez estaba en contacto con extraterrestres. 要说达文西在消失的这2年碰上了外星人，真的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根据了解，
达文西的手稿一共有13000多页，大约有6000多页保留至今。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些手稿跨领域的，详细记录了达文西的各种奇妙思想、发明创造还有学习笔记等等。Leonardo da Vinci es considerado como uno de los genios más grandes en la historia de la humanidad. Fue un pintor, escultor, músico arquitectónico, ingeniero, inventor, anatomista, geólogo, cartógrafo, botánico y escritor. Su ingenio creativo y espíritu inventivo han dejado una marca en diferentes campos de estudio y arte. 相关文献对于达文西童年的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出生于佛罗伦斯，是个私生子。他没有正式的学过拉丁语，更不要说是几何或科技、医学等等的知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手稿里的内容几乎提前预知了500年后的现在。Leonardo da Vinci was a genius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His curiosity drove him to understand art and science. And that idea that if you just look carefully, that you could really figure the world out. 位在意大利佛罗伦斯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在500多年前需要在教堂的穹顶上安装一个重达18公吨的金球，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任务。但是，躺在床上的达芬奇不停地在脑海里思考着老师所面对的工程难题。当他吹灭蜡烛，升腾起来的烟雾给了他启发。他意识到，如果能让18吨的重物没有重量，那么安装在教堂顶端的脚手架就能承受住这个重达18吨的重物。于是他起床，偷偷跑进了老师的工作室，开始重新设计施工的器械图。隔天，达文西的老师起床，看到被修改后的设计图，惊讶地说：“这不可能啊！”新的设计通过用大量的滑轮来减轻重物的质量，使得18吨重物仅需要3个人就可以轻松被吊起。当重物到达吊臂的顶端，下边的人都有点坐立不安。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工程操作，成败只有这次机会。最后，达文西的工程图果然成功了，而达文西的成就不止于此。而在达芬奇的这些心血结晶中，竟然出现了很多现代的科学技术。遥远的数百年之前，达芬奇就已经画出了完美的人体骨骼结构图，其中包括男人、女人，甚至是婴儿的人体结构图。而在这些详细绘制的结构图中，还隐藏着人类无法理解的心脏之谜。相信您也很难想象，早在500多年前，达文西的眼睛难不成有透视眼吗？要不然就是他真的亲眼所及，坐上了时空列车，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画了下来。不然他如何理解复杂的身体构造，尤其是这颗堪称是人体总开关的心脏呢？于心室内壁画了一个微小的肌肉纤维，直到近年，现代的科学家才赋予了它心肌小梁的名字。这个在500年前就被达芬奇发现的微小肌肉纤维，决定了心脏是否可以健康发育。它的存在对心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达文西手稿当中的这一发现，完全印证了他领先的世界500年。这也同时意味着，达文西不仅在绘画上，就连艰涩的人体解剖学，都有着超越时空的先知能力。而就在他的手稿中，还有一个惊人发现，就是机器人。February 24th, 2011. Embarking on its final voyage, Space Shuttle Discovery dock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s mission, to deliver the most advanced model in robotic engineering to date. 这个现代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是以500年前达文西手稿中的设计蓝图为原型。When you look at Robonaut 2, you can trace his lineage back to Leonardo da Vinci. The basic design and structure and ideas you can see in what Leonardo was working on. Leonardo holds the position as the greatest human genius that we know of. He had very high intellectual ability, extraordinary creative range, and used them to accomplish quite a bit. 达文西也可能是第一个发明密码筒的人。看看这个食指的圆筒，精致的黄铜框里有包含26个英文字母的5个圆盘转动，可以拼出任何含有5个字母的单字。
光是排列组合就多达1100多万种。What are you doing? Shh. Please. 更重要的是，里面装了盐酸，如果没有猜对密码，里面的卷轴秘密就会被盐酸溶解。I'm sorry. All the map is ruined. 达文西是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代表，而他在各领域的卓越成就让人形容，他是个从未来穿越回来的神人。就连爱因斯坦在评价达文西时都说，达文西的研究成果如果在当时发表，人类科技水准至少可以提早半个世纪。只是达文西为何可以精通各领域呢？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成就是否背后都有外星助力，留给众人想象空间。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让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留给众人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